其实很容易吃骨头。OK， 所以不论嗨，大家好，我是敏，今天想要拿什么处方笺呢？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左撇、右撇攻击点到底差在哪？大家都知道，就是在球场上，大部分的人都是右撇子，比较少左撇子。就因为像我从小到大，我的同队就是像我在校队啊，我现在到外面打比赛，都会很少遇到左撇子的队友。那从我小学开始，就是我在打球之后，我其实没有很喜欢遇到左撇子球员。因为我在拦网拦对方是左撇子的话，我很容易被突破，因为我真的不太会去面对左撇子攻击手。那是到后面特别去观察之后，才会有一点好像比较可以抓得到。左撇右撇只是出手的点不一样，那我们更应该去看，更应该去观察、去学习的，应该是他们的球技、体能、心理层面，还有他们怎么去运用他们出手点不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技术。所以不管是左撇子或右撇子，我们更应该去专注在如何运用自己的击球点。那我们先来讲击球点。刚刚有说到，就是大部分的球员都还是右撇子，所以大家会比较习惯面对右撇子攻击手。在防守的时候，像是我们右撇子打攻击的时候，比较容易打出这样子的球，那左撇子比较会打出这样子的球，所以大家反而比较会接这样子旋转过来的球，那这个就会有差。我们下一次再找机会来讲。那在拦网的时候，面对对方的攻击手也是这样。那大家可以自己稍微量一下自己的肩宽，应该都超过50公分吧？这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你在拦网的时候，你面对对方是右撇子攻击手，那他的击球点在这边。好，那你习惯拦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每一次都可以拦得到的，每一次都可以对到他的击球点正面。好。那万一今天你刚好一样的位置一样的球，那结果你面对左撇子攻击手，你看我们这样子就有一段的拦网差距。你可能原本还在这边跳，结果你要临时要改过来这边，你就会变得很难拦。所以面对左撇攻击手会有这样子的空间差。在比赛中就是临时要去调这个50公分的拦网位置，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好，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左撇子的跟右撇子的击球点位置。在影片中，右撇子的代表就是我，左撇子的代表是周冠宇。然后我们尽量让整个示范是一致的，所以我们都一起打中间3号，尽量啊。我们不是专业举球，所以我们互相举可能会歪来歪去的。那我们从攻击手后面看到我在攻击的时候，应该很清楚可以看得到，我都把球留在我身体的靠右侧来打，所以代表这颗球会在我身体的右侧攻击。然后冠宇的话，他左撇子，所以他会让这颗球流到左边，然后再上去打攻击。这边很清楚，就是假设我们的身体都是在同一条直线上，那我的右边出手跟他的左边出手，其实就会有一个距离差。那有了这个距离差，就是会让原本习惯拦右撇的拦网者，然后拦不太到左撇。那我们把画面转到侧面，就其实我们两个击球的位置跟网子之间的距离是一样的，就一样是一个手臂的距离，至少不会触网，然后又可以好好的挥球。所以我们就只差在横向的位置差。这样子击球点位置不一样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击球？答案是一定会。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位置差至少差了50公分哦。那等于是对举球员从我们的右侧举过来，好，那举在我右撇子适合打的位置是在这边。假设我同一个位置上我是左撇子的话，那这颗球对我来说是不够长的，我就必须要身体从这边转到这边来打。那如果说这一次举球员举得够长，在这边我可以用左手打的话，那代表对我的右撇子来说是太长的，就是这个球有点流过头。那刚刚这样的球，你看对于右撇子来说，球在这个地方，我可以打直线，可以打斜线，然后可以吊球，就是比较好处理。那但是这样的球对左撇子来说，就是我只能打斜线，我没有办法这样子去打直线，然后我只能吊球。所以对于左右撇来说，这一颗球在我们身体的什么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再来就是要跟大家说，怎么样去调整这样子的击球点位置，这一点非常重要哦。就是假设举球员都可以举出一模一样的球，球就一直保持在中间。当举球员可以一直举出一模一样的球，球一直维持在整个球场的中间。OK， 这是球，所以他不管从这边举过来或者从这边举过来都一样。那所以好像按照刚刚的逻辑，
我们右撇子人会在这里，会在这边打到这颗球。左撇子换个颜色，那左撇子的击球点会在这边，对吧？所以按照这个逻辑，就是我们在助跑的时候要调整，就是假设这颗球不管从这边过来或从这边过来，你看到这颗球，最后想象一下你的击球点在这个位置。所以你看到这颗球飞到你的击球点的时候，你就要从你的助跑的位置，从这边往这边出发，或是往这里出发。所以一开始直接调整好助跑的方向的话，我们就可以让这颗球变得很好打，这个非常重要哦。所以我们要从助跑去调整自己的击球点位置。跟你讲，学会了这个，你后面攻击都不用怕。然后不管你是什么位置，你是大炮，你是篮中，你是副卫，都一样。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攻击的助跑方向去调整，让这颗球变得很好打。这样我们就不用一直去要求举球员，再长一点，短一点，太远了之类的。就是其实，在球场上，举球员要做的事情非常多，他必须要观察队友、观察对手、想战术，然后还要把球举到位。所以我希望说，身为攻击手的我们不能只会打好球，我们也要会去打坏球。甚至让坏球变得很好打，那所以我们就是要去调整我们的助跑。刚刚这个想法，刚刚这个观念比较基础一点，就是，这颗球在这边，所以我们要去在一个合适的位置打到这颗球。那我们要怎么样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打球呢？我们就必须要跳到一个合适的位置。那我们要怎么样跳到这个合适的位置？就是我们要如何去调整我们的助跑方向。那所以这就是一整个串联，就是我们要从助跑去调整，然后让我们起跳到一个好的位置，然后在一个好的位置去击球。攻击的各个环节都很重要。那之前这边的5部曲里面就是这样，就是在讲这些东西。就是刚刚逼大家吃的东西，就是所谓的调整脚步。那调整脚步是非常重要，也是所谓的万能药、万用药。就是不管你什么情况，你都可以去做好，就是攻击的准备，像打修正球、打开网的球，或是打好球，所以要先练好自己的脚步。我们上一次影片有说，等一下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些其他可以应用的方法，但是这些就不是比较长久的解法，长久的还是只有调整脚步。第一个就是，如果在场有举球员的话，就希望举球员可以听一下，像按照我们刚刚在小黑板上面讲的东西，左撇子喜欢球到左边嘛，右撇子喜欢球到右边嘛。好，假设你们举球员那边是4号位，所以你们举球员球从这边接过来，那面对4号位那边的标志杆的时候，我们给左撇子的人，我们可以举稍微再长一点点，然后给右撇子的人就是给正常的就好。所以假设这颗球在这里，右撇子会在这边打到这颗球，对吧？我们举给左撇子的时候，稍微再举长一点点，这样子他们才可以用左手去打到这一颗球。好，那举背举的时候就是一样，我们给左撇子的时候可以给短一点点，他可以这样打到这颗球。那我们给右撇子的时候，这个球要稍微举长一点点，在同一个位置上，他们同样的起跳的位置，所以右撇子才可以在这边打到这颗球。所以这就是从举球员的角度去做调整。那这样子左右撇的攻击手都一样可以跑这个方向，然后在他们合适的位置打到这颗球。只是这样子就是非常考验举球员的能力，因为这就是一个客制化的举球。如果说你还在练习你的球感跟球技的话，先不要做这件事。我自己个人建议是希望你可以先举出稳定的球，然后稳定了之后，我们再来做一些变化。当然，你很厉害，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举球员的话，那 OK， 你可以做客制化的举球。第二个就是比较临时解，就是我们助跑的方向虽然是万解，但是有时候总是会有判断失误的时候，所以不小心跟球跑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我可能球在这里，就不小心跑到这边，可是我右撇子啊，对不对？所以我这时候我就可能在这边起跳的时候，用力往这边跳，然后来这边让这颗球回到我的右边打。所以我们就变成是用我们的起跳方向去调整这个球的位置，所以跟刚刚不一样，刚刚是用助跑方向去调这颗球，那现在是用起跳方向去调这颗球。那差别在哪里？差别是在助跑的方向，你调整之后，你一样可以加速，一样可以用力起跳，整个动能、整个转位能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可是如果说我们在中间，我们到起跳步了，结果这个球在错了位置，所以我们必须要刹车，然后往这边摆臂起跳，那我们一开始冲进去的那个力量就没了，所以我们这时候起跳高度会变低，所以我们会比较不希望大家用这一招，因为你自己会跳得比较矮，但是这颗球这样子还是一个 OK 的用法，
只是我们就是可以看一下影片，就是你看像这一颗球，我不小心举得过长，那对冠宇来说，他跳到那个位置上，他一样可以打。只是就没有原本打那么大力。那第三个解法就是，如果说大家有看《排球少年》的话，大家应该会知道有一个道和崎高校，背号10号，叫做角明伦太郎。那他的攻击就是他一样正面进去，可是他利用他的身体，然后去做横向的延长，所以在空中这一个范围他都可以打。那这件事情是做得到的，就一样的概念。我们理论上我们是很希望我们可以这样正面上去，然后正面这样打下去。当这个球真的不够长，我们一样这边起跳，其实我们身体还是可以带出去，然后去打，或者是身体流出来，然后这样去打。这样做真的有风险，就是大家很容易肩膀不舒服，然后下背很紧，腰很酸，都是因为这样。第一是这件事情必须要你的核心要很好。你在空中能够控制你的身体，所以你在空中跳起来之后，你身体还可以做延长。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你的协调性够好，你的本体感觉够好。就是在空中的时候，我们挥臂打球的这件事情是很瞬间的一件事情。在那个瞬间，你必须要去很了解、很清楚的知道说，你在这边挥到球，在这里挥到球，你的手往哪里走。那第三件事情就是你的肩部的肌力，因为我们在这样子挥动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个你知道最好的挥臂方向。那如果说我们像这样子往外面开的打球，像这样子夹进来的打球，其实会让我们的肩膀会有比较多的压力。我们希望是这样子嘛？那这样子的话，那个肩膀受的力量可能相对较小。可是你这样子旁边这样挥的话，就肩膀的负荷比较大。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容易让肩膀会有什么肩部拉伤啊、旋转肌拉伤啊，或者是肩胛脊啊之类的这些问题，所以变成说你的肩膀的肌力必须要先提升之后，你才可以这样子做。那是因为这是避免大家会受伤，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长期培养，不管是练球、练体能，长期训练才可以完成这样子的动作。所以我们在看动漫、在看漫画的时候，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帅，那实际上也是做得到，只是你必须要练好你的身体，你才可以去做这样子的运用。所以为了爱护大家，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先把脚步练好，从基本的做起，而不是直接挑战最进阶的东西。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特别针对左右撇攻击手的击球点的差别来做出的一个处方间，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了解、更明白、更清楚的知道，左右撇攻击点其实差在哪里？那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的左右撇攻击手？然后怎么样去改善自己的左右撇的攻击点？那在疫情之后，大家可以去球场去体会看看左右撇的助跑方向改变了之后，是不是让球变得更好打？那他们基本上本质上是没有差的哦，我们一样这样挥臂，一样这样挥臂，一样这样出手，一样这样出手，只是击球点位置不一样。那今天的排球系列就先到这边。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追踪、按赞哦。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